退休10年的蔡复朝被查了，这不明显是习近平在剥洋葱吗？他的目标真的是王岐山吗？我看未必，有可能是另一位肥老虎。他至少在3个行业赚的是盆满钵满，现在该到了赎身的时候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美西时间7月14号。国内这2天除了这马兴瑞落马之外啊，人们纷纷在讲，这蔡复朝副部级10年退休了，怎么今天又被查了呢？很多人说是不是要搞那王岐山呢？我觉得是另有其人。今天我把他的时间线给大家梳理一下，你自然就知道这个人是谁了，他到底有多肥，为什么现在要搞他。我们判断蔡复朝的贵人或者说他的山头是谁啊？你关键就看他人生3个晋升节点，谁说的话谁签的字。那是王岐山吗？咱们把时间轴拉到他当一般官员的时候，在中国官场体系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坎儿，叫做副部级。你如果没到这儿，都是一般干部，正厅又能怎么样？为什么呀？因为省委书记就能决定你的生死，但是你跨到副部，你就是中管干部了，动你啊，那得是中央说话，要开政治局会议的。所以说，人人都希望能够上这个台阶，上去以后，你就属于党自己的人了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位已经退休10年的蔡复朝，他当年这个台阶谁帮他跨的？这个蔡复朝原来仅仅是北京日报社的一个副总编辑，也就是个厅级干部，是当时的贾庆林市委书记帮他迈过了这一大步，担任了北京市的宣传部副部长。真正他进入副部级啊，是什么时候呢？我们看一下，是2002年的5月份，他成为了北京市委常委，这个时候已经是副部级中管干部了。这是第一个台阶，他的贵人呢，或者是山头应该是贾庆林。那我们再看看他另外2个晋升，时间轴又到了2011年的2月份，他由地方干部一跃提升为中宣部的副部长，当时的部长是刘云山，也就是今天咱们节目的主角。刘云山作为一个部长，他当然有1票否决权，我的副部长肯定是我说了算，或者说呢，他的顶头上司当时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说了算。那时候王岐山啊根本就没有发言权，王岐山仅仅是北京市的代市长，后来仅仅是分管金融的副总理，你能做得了刘云山的主吗？我们再来看他人生中的第3个台阶，也是最大的一个跨越，是到了2013年的3月份。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中宣部的副部长，但是还不是正部长级。这个时候中央的机构进行了改革，也就是广电新闻出版呢合并成一个正部级的国务院直属机构，当然实际上仍然是中宣部的地盘。那咱们总结一下，他的人生3次跨越，尤其是后2步都是拜刘云山所赐。你要说这个王岐山当时无论是担任副总理还是担任这个纪检委书记，确实使劲了，但真正的后台是刘云山。另外咱们从那个常规逻辑讲一下，王岐山退休了，他的几任秘书都已经处理了，比方说那个董洪几年前就判了，包括今年被抓捕的周亮，还有其他的这个什么田慧宇，这不都进去了吗？如果说马兴瑞的罪名其中有一个对身边人失管失察，你这王岐山的几任秘书都失管失察了，你还不该进去吗？还需要再搞一个10年前退休的这个蔡复朝吗？我觉得不合逻辑嘛，这不是狗尾续貂吗？那我们再来看一下，既然目标是另有其人，那为什么要搞这个刘云山呢？在这儿呢，咱就必须说一下，刘云山他本身是敲打过一轮了。咱们看时间轴，
刘云山担任中共的7常委之一啊，是在2012年到2017年这5年，也是他权势滔天的时候。那他只要是2017年10月份刚刚卸任，11月份1个月后，他的大秘啊就被查了，也是他的头号爱将，叫做中宣部副部长卢伟。卢伟这个名字在中国的互联网啊，当时属于一哥。为什么呢？他是网信办主任，你很多企业的负面宣传要干掉，你找别人可能没用，但是找这个卢主任，绝对管用。所以他作为刘云山的头号爱将啊，主要马仔，退休1个月就被查了，目的很明确嘛，你啊失势了，我现在该敲打一下你了。作为老人啊，你退休以后就少说话，不要在你的地盘施加影响力。大家知道刘云山啊，确实是个官迷，在内蒙古深耕了35年，在中宣部部长，包括分管中宣部的这个常委，人家干了15年，这一辈子都在这宣传体系里，你说他的人马能有多丰厚？好，除了这个马仔啊，咱们把时间轴拉到后面。2019年，他的旧部叫内蒙古自治区当时的副主席兼这个能源总经理叫云公民，被判了无期。再后来呢，他其他的马仔啊也都有进去了。这个官太小呢，我们就不用讲了。所以你看看，你退休了，你的马仔秘书就进去了，说明什么？连3个月都不到，就是切切实实的敲打。那时候应该什么？达到目的了，刘云山不说话了呀。你看，这只是第一次。那现在为啥要再来搞一次呢？很简单，中央没钱了，缺钱了。你要说再搞这些民营企业再罚款，说不过去，因为这些人已经罚过好几轮了，已经交过投名状了，也服了，已经成为你的打手了，你还想咋样？如果把这些企业全打没了，那税收谁解决呢？那不成了竭泽而渔吗？而现在的中央目标就盯向了那些曾经的大老虎和肥老虎。这个实际上是一箭双雕。第一个，解决了现在中央财政的燃眉之急，老百姓没钱了，你有钱呀，你有多少钱，那大数据一查不就知道了吗？虽然他名下不一定有钱，亲戚朋友小舅子啊，带齿人同学名下的钱是一清二楚，我想怎么着也得有个100亿级的规模，也许还说少了啊，那么还有1000亿级规模呢，这是笔大钱啊，对老习来说这吸引力很大的。第二呢，同时啊，也进一步给其他退休的常委啊打个样。你看刘云山5年常委啊，10几年的这个中宣部长，这不也怂了吗？也交钱了吗？或者也进去了吗？你们其他几个人按照现在新时代的规矩，就要拿钱来赎买你们现在的自由之身。所以说啊，这本质上是一箭双雕。那我们来看看刘云山他到底多肥啊？至少3个产业啊，他赚得盆满钵满。第一个是他起家地方的内蒙古，他从一个老师啊到宣传系统，后来干到了内蒙古的省委副书记啊，当然叫内蒙古自治区副书记，相当于3把手，而且还兼任过赤峰的1把手市委书记。你说内蒙古这么穷的地方有钱吗？你可别小看内蒙古在中国经济版图的作用，它是能源大省，它和山西省一样是产煤大省。所以说啊，煤化工、煤炭采集，包括这个风电、稀土，这些里边的人呢，想办法搞钱非常容易。如果你手下管着几百亿年营业额的公司，哪怕是国有，你想办法搞点关联公司，弄个几个亿出来，这是小事儿啊。所以说啊，能源是刘云山的第一块蛋糕。那第二块蛋糕呢，就是所在的宣传系统，广电、新闻出版，这个一查一个准儿。你要没有钱啊，根本就搞不定中央的事儿。第三个也是他儿子，我看了一下，他曾经在2015年被敲打过一次了，所以比较低调。那就是中信产业基金
是玩投资、玩金融的。另外，我查了一下，刘云山2个儿子，除了刘乐飞之外啊，另外的儿子比较低调。但有时候是这样，他越低调啊，他后面的事儿越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些钱不方便抛头露面。所以说，广电系统、内蒙古的旧部啊，也包括中信产业基金这俩儿子，这3个口袋打下来，怎么着不弄个几百亿呢？如果说刘云山想要保持现在的自由之身，那你要懂事儿，不就应该把口袋拿出来赎买一下吗？至于说判不判刑啊，那要看双方勾兑的结果了。好，关于这件事儿，您怎么看呢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，咱们下期再会。如果您喜欢大卫的节目，欢迎关注、点赞和热推，咱们明儿见。